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有关于关联资料库的资料汇入，就是把你先前 download 的资料，然后如何把它放到云端的关联式资料库。那我们首先示范的是有关于，你如何在你的笔电还有你的桌机上面，你 local 端，然后把这些资料放到 AWS 的 RDS 上面，Relational Database。那我们简单的在做这个之前，我们简单的 review 一下，大家就是说，我们前面有做了很多的一个爬虫，那这个爬虫收集了很多大量的这些资料，那这些大量资料一开始我们是把它放在我们地端，那我们因为这个资料量很大，我们就呢渐渐的把它放到就是所谓的这个 S3 上面那大家知道 Amazon 的 S3 呢，就是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那这个是一个例如是好像无敌的它号称你多大量的资料都可以放上去。那这个在 Google 上面来讲，就是说的 Google 的云端硬碟Google Drive， 那它是相同的意思，只是它是用物件的储存方式。那我们前面为了储存这一些，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就是说这个 RDS 上面？那因为 RDS 是一个 Relational Database， 它未来在查询还有说做这些统计资料，它速度还是会比你直接去从 S3 虽然说它也是可以有 service 可以从里面捞资料，但是从你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它有见索引，所以它基本上它的速度是会比较快的。那我们在上一个章节5之1，我们已经教导各位如何在 AWS 上面建立一个 AWS Relational Database。 那我们上一个范例呢是建 MySQL。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帮各位就是说，那你如何把这些资料呢把它上传到这一台云端上面的关联式资料库。那我们第一次示范呢就是说，你要把它上传是直接从你的下载的这个笔电把它传上去，而不是从云端 S3 传上去。那当然了，我们的下一个步骤就会示范一下，你就是直接从 S3 云端 Amazon 的云端传到 Amazon 的关联式资料库，云端对云端。那这是我们下一个章节要讲的。好，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就是跟各位介绍有关于这个 RDS 的步骤是怎么做的。好，那这一边呢，主要当然是要确定你如果说你还没有申请账号了，赶快去申请那我们还是要确定说，你已经有资料上传到 Amazon S3 了就是你 TDCS 上下载的至少要1个小时的资料已经上传。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一个章节讲的，你要在上面也要 create 一个 relational database 那你要有，那我们等一下才可以传上去，这是你要自己先确认的。好，那再来这有关于 service 的部分就是你要到 AWS 的进去这个章节里面然后有这个 RDS， 然后再 create 那你要先确认上面已经有这一个资料了，一个 database 那这是它的 endpoint。 好，那这一边我就有投影片，可是我想说我还是挑到实体的操作界面，那各位会比较容易去吸收。那我这边就先投影片会留给各位同学，那我就挑到实体的操作画面，让各位了解这整个的流程。后面还是有一些完整的步骤，那你如果说未来可能有一些 loss 掉那你可以有这些静态的投影片再回复。好，那我这边就先跳到这个操作的画面。好，那第一个当然是你要能够 login 到 Learner Lab， 你要有申请账号，那这个是我们亚大有的。好，那我们这边你申请账号，你执行这个 Learner Lab， 那你就可以跳到这个地方来。当然在这个 Learner Lab 你要先有 Start， 然后等它变成绿色的时候，你按了这一个那就可以切换到 AWS 的 Management Console。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在前面好几个章节都提过了。那这边大家一定要知道如何切换过来你要先登录到 Learner Lab， 然后 Start 藉由这一个我把它称作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你要到这个通关，然后通过来，
才可以使用 AWS 的云端的服务。好，那我们先确认一下，就是你的 RDS 已经有了。好，那这是 RDS Relational Database 的一个画面。那我到 Database。好，那原先上一次我们有做了一台啦，那这个跟上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把今天我就把那一台杀掉，因为你放了2台会比较多钱啦，所以我就今天就把它先拿掉，然后等一下我们再重新再做一次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今天就不重复那一台，因为多了2台就是会比较花钱，我就把上一次做的那一台就上个章节做的那一台我把它拿掉了。那事实上是一样的啦，只是说我会提醒各位说哪一些是原来先没有的。那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一台电脑事实上这个 database 这一个你就把它当成这是一台好像是一台实体机一样，那它一样有它的 identifier， 然后这是你自己取的名字它规定好像不能大写。那比较重要的地方还是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 endpoint 这个 endpoint 这个地方。那我的习惯是等一下会用到这个，我就先把它卡起来然后我先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把它存在这边，等一下呢要用的时候比较快不用每次都要跑来这边切字跟各位提醒一下，我就先把它卡起来，然后放在这个地方。好，那你这边当然你还是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属性啦还有它有哪一些 log 档啊 configuration， 有空的话你可以再过来看一下。好，那我们先确定好你这台 database 已经 ready 了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会有一个叫 available 的状态还有它是在 AZ 里面 availability zone 它是在EST1C， 所以我也先把它稍微存一下避免，因为事实上在一个 region 里面它有很多 AZ 啦 availability zone， 那因为我们只是测试性质，我们只有放在其中一个一条 AZ 里面没有放很多条，那这是为了我们在测试的时候用那未来你如果说为了效能起见让大家可以同样不同区跨区同时 access，那你可以用 Multi AZ 你就可以放很多副本在每个区域，那大家在读取的时候就会比较快，写还是一样嘛读取的时候效能就会好很多这是它有关于 Multi AZ 的一个做法它会放很多 replica。好，那这一边大概就是先准备好这样子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投影片，我们如何准备从我们的地端把它往上送。好，那这一边我们已经确定好刚刚过去看的这个 instance 是 ready 的那我们也检查过那个 endpoint 我们把它 copy 起来。好，那现在我们要准备一个工具因为你要把你的资料由你的笔电还是你的桌机在台湾的这个地方，那你要把它往上送到那事实上大家要有一个感觉感觉你好像都在电脑里面事实上远端的这一台 database instance 它是在维吉尼亚州所以这个要跟各位提醒一下。那当然你说老师我能不能选别的那因为我们 lab 关系的限制它限制我们就在这一个 lab 它比较好管理。那其实未来你这一台机器其实可以放在全世界很多它的那个 region 里面看你要放在美国啦还是 Africa 啦还是东亚亚洲地区什么都可以那只是我们是实验的关系这一台目前是其实在美东USA East 1那这个1里面其实它有6个 AZ EA EB EC ED EF 很多个很多个 availability zone， 所以它这边是蛮 robust 啦在维吉尼亚州这边。所以事实上你的那一台机虽然说我们在电脑上看起来都是一样，事实上那一台是在美东那一台是在美东，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技巧，说有哪一些服务可以帮我们有一些找 package 然后直接把它送上去。那这边提供了一个叫做 MySQL Workbench 的这个东西啦那其实这个也很简单，你就是在你的 browser 里面你就自己找一个你的 web service
哦，你就找一个 Web Service， 那你只要打入 MySQL 哦，然后 Workbench。哦，那你应该很容易的就可以 search 到这一个 download MySQL Workbench 啦，哈，就是类似一个，你未来你在桌机上面，你第一端如何跟你后端的那个 MySQL 的连接，哈，它提供一个应用程式的一个应用程式。那这一边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你到这一边，它基本上都会根据会 detect 到你是哪个作业系统啦，哈。所以像我目前用的是 Mac， 那事实上你如果是 Windows 的话，你就选 Windows， 它理论上应该它会自动浏览器会侦测啊，所以它自动跳出来应该就是符合你的，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一边哈，那你就 download 这一个东西，就把它down下来，好，那这边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哈，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不用管这一些啦，你就说 just start my download 哈，那这样子。按一下从这个地方，那事实上就可以把它当下来。那因为我已经当过了啦，我就不再重复做。哦，那当下来以后，你就可以执行，然后把它安装。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啦。好，所以你就选择自己合适的版本，然后真的就是把它下载。那安装，这是 Windows 界面的安装，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打开然后按 Next， 然后它最后就装起来了。然后这是 Mac 的界面啦，好 ，Mac 就是你装起来，它把它拉过去哦，表示你已经有把它放在 AP 里面。好，那启动的时候这边其实我这个是Mac Windows 的界面啦，哈。那所以你就是要到你的启动这边，然后去找一个 MySQL，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好像有一只海豚，好，那就 MySQL Workbench， 那你就可以把它启动起来。所以对应起来应该是长得这个样子啊，好，就是你在这个地方，那你去找一下。安装完如果没有看到在桌面上的话了，好，那你就是在这个 MyBench 的地方，MySQL 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就直接按这一个，那它就会把它启动起来。那启动起来大概会长得这个样子啊，那基本上你们启动起来这边这两个是没有的啦，这个是我已经先建立的。好，那我们就练习一下怎么建立这一个MySQL 的 connection 所以你要给它一些设定，它才知道你要去连到哪一台那这边有一个新增的符号这边有个新增的符号，那你按一下。好，那这边有一些表格，可能大家填的时候就会要稍微小心一下那 connection name 这边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你就给它取个名字那不过我的习惯是为了避免自己搞乱掉了我的习惯是会来这边去取这一台 database 的名字啦我习惯是